这个玉嫔年岁也不小了，怎么这么爱撒娇撒痴的？你听说什么了？能听说什么呀？看进士房的记档就知道了。这个月事情最多的就是玉嫔。玉嫔是新人里位分最高的，皇上宠她也是情理之中啊。你别说，30岁了，倒是有一番成熟的风韵。那哪里是成熟啊，分明就是狐媚。皇后娘娘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又哪儿听来的？这公主是科尔沁部的儿媳，玉嫔是科尔沁部的格格，这以后在宫里啊，都是一家人了。咱们科尔沁的女人啊，自然是一条心的。是啊，这科尔沁啊，真是尊贵的大族。这历代进宫的科尔沁格格，不是贵妃就是皇后，乃至太后呢。这玉嫔刚进宫就是主位，也真是难得的恩宠呢。那是自然。我阿布说了，我这个年岁才入宫，不只是为了做一个小小嫔位的。玉娘娘一进宫就是嫔位，那是皇阿玛对科尔沁的看重。玉娘娘以后就好好侍奉皇阿玛，也好好的为科尔沁部争气吧。又是玉主侍寝啊，这可真是本事啊！新人里头，就属玉主最得宠啊。去吧。皇上，没见过你这么疯的，竟敢捏朕的鼻子啊！看朕怎么收拾你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够大的啊！看朕怎么收拾你！皇上来呀！皇上你过来。姐姐，昨个皇上问了永琪的婚事，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打算。我回头问问皇上。姐姐，我注意到你今日穿了双新鞋，样式很不一般呢。是前儿个新得的，你要是喜欢，就把样式给你送过去。好。你可听说，玉嫔得宠，很不安分。说她第一次侍寝的时候，可真捏了皇上的鼻子呢。从哪儿听说的？臣妾也不过是听人抱怨。虽说克嫔、颖妃与玉嫔一样，都出身蒙古，本该亲近，但他们都嫌她有些轻浮，不愿搭理她。我倒是觉得，这话应当有7、8分真，否则，皇上怎么会如此宠爱她呢？寨桑根敦留着这个女儿到30岁，如今可是派上用场了。也是。永琪福晋的事儿，皇上考虑的如何了？永琪的婚事，朕已经细想过了，有个极好的人选，便是鄂尔泰的孙女西林觉罗氏。皇上为何选了她？鄂尔泰是先帝留给朕的辅佐大臣，本配享太庙入贤良祠，只是他的侄子鄂昌不争气，犯了事，才连累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。但是罪不及子孙呐。若是永琪娶了西林觉罗氏，一来可显天家宽宏，二来也可宽慰鄂尔泰全族，勉励他还在朝为官的子侄啊。皇上思虑的周全，鄂尔泰族人得皇上赐婚，必会感激涕零的。好，那过几日朕就下旨，让永琪娶西林觉罗氏为嫡福晋。好。奴婢参见令嫔娘娘。你就是田姥姥的女儿？是。坐下来说话吧，别客套。谢令嫔娘娘。
你和你额娘还真有几分相似。奴婢知道，奴婢这些年吃的药都是娘娘身边的太医帮忙你的。额娘生前也得了娘娘不少帮衬，还筹了不少银子。额娘过世之后，娘娘还让春蝉姑姑帮忙照顾奴婢到现在，所以娘娘的大恩大德，奴婢感激不尽。说什么感激啊？本宫也是被你额娘的为母心切所感动。奴婢虽然从小没有能跟额娘一起长大，可是额娘待奴婢的心，奴婢都知道。她是这世上最好的额娘。只是，奴婢不能再为额娘尽孝了。你虽然不能再为你额娘尽孝，但却可以为你额娘报仇。你额娘当年呀，死的实在是冤枉。皇后娘娘的13阿哥早夭，明明是皇后自己年长有孕，身子又不好，才会早产又难产，以致13阿哥没能活下来。可这如何能怨得了你额娘呢？这说来呀，皇后早年生5公主，也是险象环生。还是你额娘拼了力，才保得她们母女平安。说你额娘是皇后的救命恩人都不为过。可皇后是恩将仇报，因为自己的丧子之痛，竟将你额娘逼死在慎刑司里。这还不罢休，后来还通过于妃的侄子对你弟弟下手。你额娘唯一的儿子也惨死在家中。他们怎么就这么狠？在这宫里啊，不狠心，又怎么做得到皇后的位置呢？奴婢自知身患重病，不能久活，但求娘娘指条明路，奴婢如何为额娘和弟弟报仇？皇后和于妃身在宫中，连本宫也被他们害过几次，无法翻身。你一个弱女子，想要报仇也是不易呀。那奴婢该怎么办呢？皇后有一养子，也是于妃的亲子，5阿哥。5阿哥是皇上最出色的儿子，更是皇后和于妃登上太后之位最大的指望。我们或许动不了皇后和于妃，但未必动不了5阿哥。5阿哥，请灵嫔娘娘明示。老规矩，让人悄悄送出去，让王爷和阿布知道，来日好在皇上面前应对得当。奴婢知道怎么办，
会让老王爷安排的太监送出去。好，主费心了。没什么，让王爷爷和阿布知道皇上的心意，会对我们族人有莫大的好处。是。哎，对了，皇上最近身体疲倦，我让你找人托阿布弄的药弄到了吗？已经加紧在办了。可别耽误我伺候皇上啊。是。尽快交到老王爷手中。还有，主儿催那药呢。知道了。主虽然得宠，但不能总在养心殿。你是伺候洒扫的，尽量往那儿多走动，探听点消息。养心殿规矩严，未必能打听出多少消息。有一点是一点，什么杂七杂八的都留意些。知道了。去吧。妹妹刚入宫就得宠是好，可别太顺风顺水。犯了众怒就不好了。令嫔姐姐，我知道自己30岁才入宫，难免被他们瞧不上。即便是咱们蒙古一国的嫔妃，也都是窝里哄。就只有令嫔姐姐您才肯跟我亲近。话也别这样说，自个儿高兴就好。这话我爱听。只要皇上宠爱，就成了。别看他们年轻。一个个呀，生了的都跟个小兔子似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把皇上给伺候好。皇上，舒服吗？喝点茶。永琪，朕交给你办的事务，你都办得极好。皇阿玛让儿臣熟悉寒部事务，儿臣都细细查阅了，也在留心历年屯田的旧例。你肯这般用心，着实能为朕分忧啊！好。皇阿玛精神不振，可是为朝政操劳疲累。无事。那儿臣不打扰皇阿玛歇息，先告退了。好。乌阿嘎。这些奴才有些眼生啊。都是些洒扫上的小太监。小磊子，奴才在。此人很是可疑，你去查他的底细。这。永琪和福晋相处的还好吗？还好，只是前朝事多，永琪和福晋相处时日较少。日子久了就好了。姐姐，那不是玉嫔吗？科尔沁部历代都出皇后，最不济也是个淑妃。本宫只是个嫔位，自然委屈了。皇上不是答应了主会即刻封妃吗？您才进宫多久？这都算快的了。妃位算什么？皇后年长，也失过宠。等皇上哪天彻底厌弃了她，后位就是本宫的。谁叫咱们博尔济吉特氏专出大清皇后呢？
太宗的孝端皇后、孝庄皇后，世祖的孝惠皇后，都是咱们博尔济基特氏的女子。皇上唯一的嫡公主和敬公主，当年也是嫁到咱们科尔沁部来。如今的皇后，也就是继后，这中宫的宝座能不能坐得稳，还两说呢。说话竟然如此猖狂。再说了，这封妃的事儿，姐姐和我怎么会都不知晓呢？这自然是枕畔私语啦。不过科尔沁部的格格要封妃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但公然说这样的话，就是犯上，娘娘应该即刻传诏。一次传诏就能灭了他的野心了？这想着，这几年封的妃子，只有颖妃，妃位上还空着几个人。皇上有合适的人选了吗？玉嫔不错，生性热情，门第也高贵。皇上封玉嫔为玉妃，也是给科尔沁部脸面。毕竟满蒙联姻，和敬公主也是嫁居了科尔沁部。是啊，所以这玉嫔的封妃之礼一定要格外郑重。臣妾会办妥封妃之事，务求体面风光。好，朕在想啊，永琪封为贝勒之事也一并办了吧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皇上可要安置了。这翻了玉嫔的牌子，还是去永和宫看看她。不如皇后早些安置。臣妾恭送皇上。这些呀，都是臣妾精心为皇上准备的。都说啊，青春年少好，其实一个女子的风韵啊，才是最要紧的。有风韵，会体贴，才能好好的伺候皇上您呀。臣妾再给你满上。臣妾刚入宫的时候，旁人就笑话臣妾，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才入宫，能做什么？还好有皇上您疼臣妾，否则呀，臣妾就真无容身之处了。你放心，你的母家专出大清后妃，朕喜欢你，早些封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臣妾多谢皇上厚爱。主儿，这离册封礼还有几个时辰呢，您也不歇着，这么早就出来了。本宫高兴。看本宫穿这一身神气吗？有没有大清妃子的样子？有，您看着呀，特别神气。昨日听庆贵人说，蒙古的那些妃嫔们都约好了，不来您的册封礼。不来不来呗，本宫知道他们是嫉妒。他们不来呀，没准皇上会来呢。就算都不来，那本宫也是皇上亲封的玉妃。哎，和敬公主呢？她应该会给本宫一个面子吧？和敬公主带了世子去南苑小住，让安达们教世子剑术呢。不过和敬公主的贺礼已经送到了。那也罢了，去把皇后赏的那个金凤珊瑚钗拿来，等下谢恩的时候带着体面。是。主儿，今儿有消息递进来，说您要的药送到了。太好了。你快去拿，这儿让别人伺候着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哎呀，族里有消息吗？朗月和根敦大人已经留意韩部事宜，让主儿继续留心皇上的折子。好，主要的东西呢？把人抓起来！
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。皇后有话对朕说。皇上啊，是臣妾无能，若不是永琪，皇上和臣妾都还猛然不知呢。怎么了？永琪，儿臣请皇阿玛、皇额娘万安。永琪啊，究竟何事啊？回皇阿玛，儿臣近日出入养心殿，发觉有太监在洒扫时蓄意接近，神色有异，儿臣便留了心。果然查出此太监探听消息，偷偷记录药物，私下向宫外传递。哪儿的人？儿臣查了，是玉娘娘安排的。大胆，竟敢这般窃知国事！除此之外，儿臣还发现玉娘娘一些偷偷运进宫的药物，且那些药物似有不妥。什么药？有何不妥？儿臣请了姜太医来说明白，儿臣不宜在旁，先行告退。微臣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你说吧。这究竟是什么？回皇上，此乃男女鱼停之药，药力极其凶猛。有毒无毒？回皇后娘娘，微臣查验过，幸好无毒。不过一旦使用，极易上瘾，对身体损害极大。幸好无阿哥发现的早，还不曾用到皇上身上。虽然不曾用在朕的身上，但有此心，也是阴毒险诈。之后皇上的饮食用药要格外仔细些。是。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这次的事儿亏得永琪纯孝细心，龙体才未曾受损。可这究竟是国事，要不要臣妾去请玉妃来问话？不必请她过来了，朕自己去看看。主，喝口茶吧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内务府的人怎么还没来？还有朵颜，怎么还没回来？皇上驾到！皇上真的来了！我就知道，我的册封礼，皇上一定会来的，他最疼我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你想说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臣妾什么都没做，臣妾想求皇上明鉴。李煜，传朕旨意，封妃照旧，但朕不想再见到这贱妇。告诉进士房的人，撤掉他的绿头牌，再也不许他侍寝，将他禁足在他的殿阁里，无旨不得出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只是这紫禁城的玉妃，而非是朕的玉妃。不要啊！